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66.49，收盘价是440.1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88.54，最低价是在427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4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 倍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，然后双线是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啊，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上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出现了反转向下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啊，股价即震荡上行，在创造新高之后呢，股价是开始了回落，并且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行走势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也就是收在当日 K 线的中低部位，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和下影线。那说明当日股价在盘中啊，在上涨的行进中，上方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，在出现大幅的下跌之后啊，下方又遇到了支撑，也就是在427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。那股价在当日的走势啊，是出现了反转向下，并且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么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出现继续向下的一个走势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测试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啊，在12月19日将会到达389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认为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一旦测试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一波强势上涨的走势啊，将会被瓦解，也就是这一波上涨呢将会终结。那么之后股价将会延续将要发生的走势运行。也就是说，一旦股价回踩了20日均线值之后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横盘或者反弹，或者说是继续下行，将会沿着它的走势进行。那这一波的涨势呢将会被终结。对，我们补充说明的是想要强调，一旦股价测试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一波强势上涨将会被结束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，如果股价，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是在427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。如果日后股价收盘价不跌破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地方出现支撑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。然后呢，如果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再能够站上前高，也就是488.54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上行的走势。我们这样说啊，是之前我们在12月13日这期视频当中曾经说过，股价的这一波涨幅呢将会到达480附近，
然后在这个位置出现回档。而一旦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430附近将会成为支撑，也就是股价回档到达这个位置之后，如果再上涨，那么我们认为这一波涨幅呢将会到达655这个位置。这是我们之前多次在视频当中给出的这样一个预判。那么目前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480附近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回档，而回档之后呢，又在430附近呢遇到了支撑。那我们将继续延续着这样一个推断，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当然，我们刚刚提到过了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测试了20日均线值，那这一波强势上涨的走势将会被终结。所以呢，其实对于之后的交易日，我们要密切关注427这个位置能否支撑住股价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在460附近。然后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495附近。而实际在12月18日收盘价是在440.13，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下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可以说是相差非常大。那同时呢，当日的走势与我们实际走势与我们预测走势也完全不同。同时，当然收盘价的性质也不一样，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前低，也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通常在出现这样一个多头上涨的走势当中，当出现变盘的信号 K 线之后，如果日后的 K 线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变盘向下信号 K 线的最低，那么也就是确认了变盘向下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如果再跌破5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回档的走势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在12月18日，这一根 K 线就完成了这两个，就突破了这两个重要的标志。所以呢，从 K 线信息来说，那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那么既然股价有进一步下行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2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27。那在到达327之前目前我们认为427它将是一个强支撑，20日均线值在389附近也是强支撑。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到达327之前的两个重要支撑。强支撑我们说并不是不能被跌破。通常我们说强支撑指的是它是重要的标志位。那么一旦跌破427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去测试20日均线值。一旦股价测试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股价一定会去测试327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么第二个目标呢，当然327如果被跌破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第二个目标就是309，接下来下方还有第三个目标就是239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目前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把它设在480，因为这是我们在之前提出的一个推断。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突破480，
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，继续上行。那目标就是，当然接下来是500关口，然后是655。好，那么我们说，目前在到达480之前啊，有一个强压力，就是在450这个位置。450啊，在12月19日，它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这个位置，同时它也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。通常，实体出现长红 K 线或者长绿 K 线，它们实体的中线都是强压力或者是强支撑。所以目前股价要想到达480、450这个位置是强压力，同时它也正好是一个整数关口。所以我们看看在近1-2个交易日，股价是否能够突破450，或者说是在450附近震荡运行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看12月1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吊人线或者叫蜻蜓线实体的下沿，是在476这个位置。那股价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将会收在低位。好，那么到了12月19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，是在440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关注它的理由就是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是高开高走，在盘中能够在440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，也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440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6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35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这个位置呢，之前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守这根蜻蜓线的最低457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到了12月18日，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仓位可以即刻停利出场。通常跌破5日均线值更要停利出场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好，那么如果不想停利出场，想继续等待股价回调而做多，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守止损位。止损位到了12月19日，我们给出的位置仍然是守20均线值，是在389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。当然我们成本是在359，即使是止损出场呢，我们也是盈利的仓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下，那么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450，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，还有一个就是480到488之间，这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现在目前的目标就是389 20均线值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450到454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从我们认为是从480到488之间。第
3个压力位是500关口，第4个压力位当然是我们推断的目标是655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它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重合，是从427到429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，是388到389。第三个支撑就是32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4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63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5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476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471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4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另外我们想补充说明，如果股价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前，也就是开盘价，即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然后呢，将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。对，否则呢，我们认为小幅的反弹，最后收盘价会收在5日均线值附近，是这样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54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最低很有可能会回踩到410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收盘价会收在433附近。对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呢，那么我们认为，它的条件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5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也就是说，出现这样的回档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测试410或者400关口。测试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再回到430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再次出现一个，或者说是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